丧偶的婆婆出轨了有妇之夫，她每次和情妇私会，总是找借口说是我有事需要她出门去办。久而久之，我在老公许亮的眼里成了恶意使唤婆婆的恶儿媳。后来婆婆查出怀孕，更是偷偷用我名字挂产科，想让孩子上我和老公户口，导致我被原配误认为小三，当众扒光衣服殴打致死。再睁眼，我回到了婆婆用我名字去产检被奸夫原配发现这天。这一次我不慌不忙地跟原配说，眼见为实，是谁做的产检，让医生来说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正外出跑客户，老公一个电话打过来，刚接通，他暗含怒火的语气响起，许乐，我不是和你说过不要再叫妈去帮你买东西了吗？他一把年纪了，你老使唤他干什么？这回也是，你要是真想吃那破面包，就自己买去。你有这么嘴馋吗？不吃是这口是会死吗？我妈辛辛苦苦把我拉扯大，不是让你来把她当佣人的。许乐，你要是过不下去了，咱俩就离，你还快去把妈接回来。许亮几乎是怒哄着说出最后一句话，已经对我忍无可忍。明明刚结婚时他待我极好，不仅工资全部上交，事事有回应，还常常会为我准备许多小惊喜，哄我开心。可自从婆婆借口自己在乡下生活孤独，实则为了能更好与情人私会，搬过来和我们住以后，一切都变了。见到许亮将全部工资上交给我，他愤愤不平，你妈我还没死呢，你这就把钱全给老婆了，真是有了媳妇忘了娘。哎呦，这儿子我白养了。于是就这样，家里全部的财政大权都被婆婆掌控。看到许亮为我准备小惊喜，婆婆嫉妒的不行，阴阳怪气，都结了婚了，还整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干什么？要真有空就赶紧生个儿子给我抱孙子。许亮被婆婆说得无地自容，不敢再搞这些仪式感。可婆婆之前只不过是收到了奸夫随手扔给她的路边野花，便欢喜无比，光朋友圈就发了10几条。她怎么好意思说我们是花里胡哨？分明是嫉妒儿媳能被儿子好好在意。除此之外，婆婆还总是时不时要和许亮说几句我的坏话。原本我和许亮好好的二人世界就这样被婆婆破坏。在婆婆不断的挑拨下，我和许亮2个人之间互生嫌隙，争吵不断。反观婆婆搬过来之后，和情人私会更加方便，关系更是蜜里调油，优惠不断。仔细回想许亮这通电话的内容，我脑海中的时间线渐渐清晰。上辈子婆婆每次外出和有妇之夫私会，总是找借口说是我有事需要她，一会说我想吃北楼的蛋黄酥，要跑出去买，一会又说我不想吃她做的饭，要去外面买。每次一去就是好几个小时，回来的时候气喘吁吁，大汗淋漓，衣衫不整，而且说要给我买的东西也没买到，用来用去都是同一个借口。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那家店的东西卖完了，妈想着乐乐想吃，又多跑了几家店，所以才这么晚回来，可惜都没有卖了。前世的这天，婆婆就是以给我买面包的借口跑出家门，实际上却是去了医院，想要给肚子里的私生子做产检。但因为孩子他爸是有妇之夫，婆婆害怕事情败露会影响对方名声，于是便偷偷用我的名字和信息挂了产科，想着日后将这个私生子挂到我和许亮名下，成为我俩名义上的孩子。婆婆也是真敢想，我名义上的孩子
实际上是我的小姑子或者小叔子。这关系说出去都是要上抖 X 热门的程度。然而他千算万算，还是抵不过原配的明察秋毫。在得到通风报信小三去挂产科号的消息后，原配带着一班人马杀到医院。婆婆见势不妙，赶紧随意扯了个理由，将我骗到医院。随后用产科挂号的名字是我为理由，栽赃陷害我是小三，导致我被暴怒的原配当众扒光衣服殴打致死。回想起上辈子婆婆干的那些缺德事，我不禁怒从心起。这辈子我定要婆婆好看，既然这么喜欢生私生子，那我就让她生个够。我没有如上一世一般一头雾水被许亮挂断电话，而是揉下嗓音，抢在许亮挂断之前开口：老公，你在说什么？我从来没让妈去帮我买过东西啊。不过我有个在医院工作的朋友，刚刚倒是给我发消息，说是在医院里看见咱妈了。你说她是不是生了什么病？怕我们担心她，所以才老是用这个借口跑去医院看病。怎么办，老公？妈不会真的有什么事吧？许亮闻言顿时慌了，我这就去医院。我挂断电话，脸上一片冷漠。在联系了干直播的朋友后，我也赶紧赶去了医院。不能像上辈子一样被动，这辈子我要先发制人。等我赶到医院时，婆婆刚好做完产检出来，她一脸慈爱地抚摸着自己微微凸起的小腹，手上拿着产检单。我冷笑一声，快步走上前去。等到跟前，我不说话，就这么盯着婆婆看。婆婆抬起头，看到是我，吓了一大跳。她脸色有一瞬间不自然，低垂视线不看我。乐乐，你怎么跑这来了？我皮笑肉不笑。妈，你不是说要给我买面包去吗？怎么会在医院？刚刚许亮还因为这事骂了我一顿呢。婆婆静默一瞬，谎言被戳穿的她恼羞成怒。我爱去哪去哪，关你什么事？作为儿媳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我懒得和她吵，就这么冷冷地看着她。婆婆被我越看越不自在，脾气恶劣的她扬起手就要打我。我眼神一凝，迅速抬手攥住婆婆的手，阻止了她的动作。许亮这时也赶到，住手！他气喘吁吁，脸色焦急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妈，你在医院又是为什么？你身体有哪不舒服吗？见到许亮，婆婆眼珠子滴溜一圈，朝我露出一个不怀好意的笑来。下一秒，她突然尖叫一声，摔倒在地。老天呐，儿子啊，你快来评评理！我不过是说了小乐几句，他就要打我，还把我推倒在地。我这把老骨头，哎呦，疼死我了！妈！霎时间，许亮顾不上询问婆婆为何在医院，赶紧着急忙慌地将婆婆扶起来。婆婆却不肯起身，依旧赖在许亮身上，假惺惺地叫唤着自己全身痛。这可把许亮急坏了。我心里一紧，也上前去想要扶婆婆起来，张开嘴，我正要解释，许亮却一把将我大力推开。他双目充血，面目狰狞地看着我。许乐，我没想到你竟然恶毒到了这种地步，我真是后悔娶了你，是我看错你了。原以为你是个好女人，现在看来大错特错。我妈究竟做错了什么？你要这样对她？我头疼地看着许乐，正欲张嘴，不是这样的，许亮。话还未说完，医院门口处突然传来一阵喧嚣声。我扭头望去，只见到了乌泱泱的一群人，个个脸色阴沉，明显有备而来。为首的是个面容精致、气质泼辣的女人。我心下一沉，不好，是周燕，婆婆私通对象的正牌老婆。不知是不是我重生之后的蝴蝶效应，周燕这一世到医院的时间比上辈子早了许多。我还没来得及处理好所有事，
正当我想先退一步去做准备工作时，周燕却先行一步发现了我们。她眉头一挑，气势汹汹地走了过来。婆婆这时也不再叫唤，整个人安静如鸡，满头大汗，脸色煞白。她显然也认出了周燕是谁，唯有不清楚情况的许亮一头雾水。周燕面色不善地走到我们跟前，冷笑一声：“给你们个机会，说吧，到底是谁勾引我老公？”给周燕通风报信的人只说了小三在医院做产检，没有多说样貌特征之类，因而周燕也不确定究竟哪个是小三。婆婆闻言，心中狂跳，全身颤抖，她冷汗淋漓地环视一圈，在扫到我时停顿几秒。我知道婆婆这是准备嫁祸给我了。果然，下一刻婆婆用手指着我大叫起来：“是她，小三是她！”怕周燕不信，婆婆还掏出了那张被攥得皱皱巴巴的产检单。我这有证据，产检单上写的明是她的，就是她怀了你老公孩子，所以才来做产检。我是她婆婆，发现她私通的事看不过去，才来陪着她，想劝她把孩子打掉。说罢，婆婆还一脸痛心疾首地看着许亮，语气遗憾地说：“儿子啊，是妈对不住你。妈发现小乐出轨的事，但想着你们不容易，小乐要是断了，我也就不追究了。我之前老跑出去，也是为了帮他处理这档子事，让你误会了，真是不好，是妈的错。真是好一个颠倒黑白，婆婆这演技不进娱乐圈，真是可惜了。”许亮听了，脸色诧异，眼神震惊地看着我。他盯着那张产检单看了一会，慢慢相信确有此事，眼神转为失望痛恨。这么多年，我对你就算说不上最后丈夫，但也问心无愧。你想要什么，我都满足你了。你说不想异地，我就申请降薪调岗；你说喜欢我做饭，我就时常下厨。可你呢，许乐，你却背着我出轨，你对得起我吗？许亮的语气极为平静，显然是失望到了极点。我看他这样，心里也十分难受。许亮，你听我说。不等我说完，周燕突然抱起，她脸色不耐地拽住我头发，将我往后扯，随后将我大力踢倒在地。重心不稳之下，我直接重重摔倒在了地上，发出好大一声巨响。在倒地的那一刻，我感觉自己五脏六腑都被震麻了一瞬。周燕还不善罢甘休，她整副身体压下来桎梏住我，抓住我的上衣，就要将我衣服扯开。不要脸的贱人，竟然敢勾引我老公！今天我要让你长点教训，看你还敢不敢狂！我死死捂住衣服，眼神充满乞求地望向许亮。许亮抿紧嘴唇，手掌心紧握，扭过头去不看我。我没忍住，哀哀叫唤了一声他的名字：“许亮！”许亮咬紧牙关，狠心闭眼。下一瞬，他猛地睁开双眼，全身肌肉绷紧，就要上来救我。婆婆见势不对，原本还在幸灾乐祸的神色立马变了。她伸手紧紧拽住许亮，不让他过去。妈，你干什么？被这么一打岔，周燕重新寻到机会，她不再扯我上衣，改而扯我的裤子。今天出门的急，我只穿了一条极为宽松的裤子，根本抵抗不住周燕的撕扯。就在我即将在大庭广众之下走光时，朋友终于带着直播设备赶到，他拼尽全力喊道：“都停手！我把刚刚检查的医生带来了，是谁做的产检，让医生来说。”朋友这句话让处于绝境中的我狠狠松了口气，重新看到了希望。这荒诞无比的一场闹剧终于可以结束了。虽然和我的计划有所出入，但好在最后还是达到了想要的效果。听到我朋友这句话，周燕狐疑停手，她起身抱臂，好整以暇：“好啊，
那就让医生来说，究竟是谁怀了孩子。不过我可不觉得我老公会出轨一个老女人。她嫌弃地看了一眼婆婆，婆婆闻言则是瞬间白了脸，她颤抖着嗓音：“你们聊吧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一步。”周燕一看她这态度，便知有鬼，她上前一步，狠狠甩了婆婆一巴掌：“我让你走了吗？”这一巴掌毫不留情，婆婆的脸迅速发红肿胀起来，她顿时熄火，无助缩在角落，不敢动弹。许亮见状，气得不行，就要上前理论。而此时周燕已经失去了所有耐心，她让手下的人控住许亮，神色烦躁：“快说吧，医生，到底是谁做的产检？”医生到底是见过大场面，面不改色。此刻所有人的目光都集结在了医生身上。婆婆掩耳盗铃般捂住了耳朵，医生轻咳2声，缓缓开口：“不好意思，这是病人隐私，恕我无法透露。”霎时间，整个医院大厅都安静了下来，大家面面相觑，显然是没料到事情会是这个发展。只有婆婆，她忽地站起身，整个人又恢复了神采，张狂大笑起来：“乐乐，你搞这些干什么？你干脆就承认吧，别再拖大家时间了。”医生说完这句话后，整整衣襟，退回诊室。我眼神凝重，千算万算，唯独漏了这一步。周燕嘴角抽搐，显然是受够了这场闹剧。她叹了一口气，幽怨说道：“得赶紧把你们这件事解决好才行，不然就要错过我做美容的时间了。”她的眼神在我和婆婆之间来回打转，最终停留在我身上。我觉得还是你的可能性大一点呢，毕竟另一个又丑又老。我觉得我老公还没饿到这种地步。说完，他挥挥手，手底下的人立马会意，冲上前来将我按倒在地。周围的围观群众也纷纷附和道：“果然还是他呀，真恶心！有老公了还去做这档子事，难过刚刚一直被骂都不说话，原来是心里有鬼。多好的婆婆，看她出轨还劝她，反倒是这女人不懂感恩，一直错下去，没救了。”成功逃过一劫的婆婆，在许亮看不见的地方对我不断嬉笑嘲讽。就连许亮也是皱紧眉头，眼中没有一丝一毫对我的信任。我心里一凉，这么多年夫妻，换不来许亮的信任。眼见周燕准备对我动手，转眼间局势又迅速逆转，我落于劣势，上辈子被殴打致死的阴影重新浮现。我的身体隐隐约约又感受到了幻痛，我面色一沉，竭尽全力冷静开口：“就这么确定我是小三，是不是太轻率了？没有任何证据，仅仅凭借别人的几句话，还有自己莫名的猜测，就要将我打成小三。然后呢？将我打成小三以后，你们要怎么做？当众将我打死吗？你们权力就这么大是吗？”围观群众一阵哗然，议论纷纷：“是啊，这也没有证据啊，万一其中另有隐情怎么办？还是不能妄下结论。”“对呀，我之前有看过新闻，一些人贩子借口打小三，结果把人拐卖到了缅北去，他们该不会就是这样的吧？”我睁开那几个手下，重新站定。周燕被我这样说，涨红了脸，原本嚣张的气势荡然无存。她支支吾吾：“是有人告诉我小三来这里产检的，我也不清楚谁是。”我静默一会，嘴角轻勾：“我清楚小三是谁。”本来还在悄悄围观的婆婆顿时坐不住了，她尖叫一声，突然抱起，伸出尖利的指甲就要往我嘴巴上抓去。我冷下眼，这回不用周燕手下出手，自己一脚就将婆婆踢开，随后笑眯眯问道：“我只是说我知道而已。妈，你怎么就急了？难道说你是小三吗？”婆婆怨毒无比地看着我，
不敢说话，怕说多错多。按照前世的记忆，我回忆起了几个婆婆常和情夫幽会的地方，有位置隐蔽的公园小树林，有鲜为人知的街角后巷。这位情夫极其抠门，几乎从不肯带婆婆去需要消费的地方，就连偶尔赠送的哄人礼物也是从家里顺出来的没用破烂物件，例如自己老婆的护肤品小样，用了很久的破围巾，发黄的手机壳等等，甚至还有路边随手采的野花。婆婆倒是将这些垃圾全都当成了宝，不仅要锁在房间柜子里，还不允许别人触碰。惯例的优惠位置太过隐蔽，监控几乎拍不到，送的礼物又都是些破烂玩意，没有指向性，这些都不能作为锤死婆婆的证据。见我沉思不语，婆婆像个没脑子的蠢货一样，又开始蠢蠢欲动，想要作妖。你说的证据呢？怎么拿不出来了？还是说你在骗人？这一下倒是成功让我灵感迸发，重新想到了一个地方。我咧开嘴笑笑，别急呀，我想到了，是汽车行车记录仪。婆婆情夫抠门到了这种地步，连个正常的坐那档子式的地方都不肯花钱买，就算是恋爱脑如婆婆也遭不住。为了能让自己好受点，她偶尔会偷偷将许亮的车开出去，和情夫来上一场车上奔腾，有时候兴致来了还会跑到野外。殊不知这一切都被行车记录仪拍得明明白白。上一世我正是在无聊翻看行车记录仪时，才发现婆婆和情夫的奸情。那时我还想着为婆婆好，悄悄将记录删除。不过许亮车上的行车记录仪有备份功能，应该能重新恢复记录。但是许亮的这款行车记录仪无法和手机同步，要想看记录，只能在本机上看。想到这，我立即对周燕说道：“证据就在我老公得到行车记录仪上，只要你愿意跟我去看，一切都能水落石出。”许亮的车最近送去了汽修店做保养，离医院有一段距离。我信誓旦旦，自信沉稳。婆婆则是慌乱无比，快要晕死过去。周燕沉吟一会，爽快答应，径直拉我还有婆婆上了车，飞快朝许亮车子所在的地方飞奔而去。许亮见状，也赶忙打车跟着一起去了。一路上，婆婆沉默不语，只神经质般扣着手指，时不时摆弄一下手机，神情焦躁不安。周燕坐在驾驶位冷笑无比：“你最好别骗我，我最恨别人骗我。你要是骗了我，不管你是不是小三，我都要你遭受小三遭受的一切。希望你到时候别后悔，有上一世的经历在先。”我丝毫不怀疑周燕话语的真实性，她确实是个疯女人，一旦认定了事实，便能疯到不顾后果的做事。吃一堑长一智，我不会再像上辈子一般任人宰割。我斜睨他一眼，没有答话。过了没多久，我们终于到了汽修店，下了车。我带着周燕一行人迅速赶往许亮车子所在的地方。看到许亮车子的那一瞬，我松了口气。在让师傅打开车门后，我赶忙爬上车，想要调出行车记录仪的视频记录。然而，接下来的事情发展却超出了我的预料。行车记录仪上的视频记录显示一片空白，它竟在莫名其妙间被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全部删了干净。我头脑一片空白，直接愣在了原地，不知如何反应。婆婆这时像是已经知道事情就是会这个结果似的，又悠然凑上前来，看热闹不嫌是大地，嬉笑说道：“怎么了？还不感觉把视频放出来呀？你该不会是拿不出来吧？”看婆婆这嚣张样，我明白了什么。
怪不得刚到汽修店的时候，婆婆一反常态，没有阻挠我去查看行车记录仪，原来是在这等着我。我早该想明白的。婆婆在车上摆弄手机的那几下，是在给自己情夫通风报信呢，真是好一个里应外合。我目光幽深地看了婆婆一眼，她毫不畏惧地与我对视，眼神里尽是得意。周燕见我俩在这打哑谜，实在等不及，直接一把推开我们，开始摆弄行车记录仪。怎么回事？这视频记录怎么全被人删了呀？她扭过头来，脸色阴沉地看着我。你在耍我？把我像遛猴一样从医院赶到这来，很好玩是吗？婆婆也火上浇油道：就是啊，乐乐，你也真是的，怎么能把我们一群人都这样遛呢？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把你当作亲生女儿看待，你为什么要污蔑我是小三？我哪里对不起了？我供你吃，供你穿，每天为你们夫妻两个打扫卫生做饭，从来没抱怨过。不求你将心比心，如此待我，也别以德报怨呐。你这下把我打成小三，自己是舒坦了，可我怎么办好？我清清白白大半辈子，怎么就摊上了你这个人？婆婆一边说着，还一边流下委屈动人的泪水，字字泣血。如果是完全不清楚情况的人，恐怕这时候要心疼死婆婆了。果然如此，一旁的围观群众又墙头草了起来，不断谴责我。我的天，我之前真是瞎了眼，怎么会为她说话？真是恶毒，残害婆婆，不要脸！好一出跌宕起伏的大戏，这人也真是的，自己做错了事就大大方方承认，干什么要污蔑别人？他们不断说着，简直要一人一口唾沫把我淹死。许亮见婆婆哭得如此伤心，也坐不住了，她怒气冲冲地瞪着我：许乐，你能不能有点担当？婆婆低下头，在众人看不到的地方朝我露出一个阴险的笑。我还是低估了婆婆的无耻和厚脸皮程度。眼见被众人千夫所指，我没忍住，气笑了。这世界上的蠢货怎么这么多？我冷下脸，指出婆婆话语中的漏洞。我有说过你是小三吗？既然我没说过，你为什么要自己揽下这项罪名？还是说你自己心里有鬼，所以才这么急着证明自己？婆婆还想说些什么，却发现自己无法反驳，只好闭上了嘴。我眼神凌厉地扫视一圈，众人也反应过来，被我说得无地自容，均低下了头，就连许亮也语塞。趁着众人沉默的时候，我推开人群，快步走到汽修店前台，找到工作人员，我要调监控，在你们店里保养的车子无缘无故被人动了手脚，你们没人发现吗？这次只是行车记录仪，下次要是有人把刹车搞点小动作，让我在路上出意外了怎么办？店员神情惶恐，颤颤巍巍地将负责人喊了出来。对方神情淡定，死猪不怕开水烫。不好意思啊，店里监控这几天坏了，什么也拍不到。我盯着他看了一会，直到对方额头冷汗直流，我才移开视线，意义不明地笑了几声。婆婆真是每回都能给我惊喜呢，怪不得之前许亮说要将车子送去保养时，婆婆不让我们去常光顾的那家店，而是死命推荐我们来这家店。感情是这家店和她奸夫也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，操作的空间大，所以现在在获取证据的路上才屡次遭到阻挠。难怪婆婆能和这个有夫之妇保持这么久的关系都没败露，这两人简直谨慎的过分。大家伙也发现这件事诡异极了，怎么每回找证据总是会出现莫名其妙的意外？对呀，这也太巧了，不正常，非常不正常。周燕心中隐隐有了猜测，不再把怀疑的目光投放在我身上。
奈何苦于没有证据，她只能不甘心地瞥了婆婆几眼。不过很可惜，婆婆他们有张良计，我有过墙梯。我没有和汽修店经理过多纠缠，转身回到许亮车子停的地方。在进去车里后，我将车子锁死，确保没人可以再进去作乱。我转而拨通了一个精通电子设备朋友的电话。婆婆他们有点小聪明，但不多。行车记录仪的视频是被删了，不错，但还可以找回。只有他们蠢到以为删了就一了百了。在按照朋友所教授的步骤一步一步操作之后，行车记录仪上缓缓显现一行字：数据正在恢复中。下一秒，视频数据成功恢复。我扬起一个明艳的笑容，招呼车子外的众人前来观看。婆婆这时急了，她剧烈挣扎着，疯了般就要来砸行车记录仪。不要看，不能看，滚，都给我滚！手下将婆婆拉扯住。周燕被她弄烦，直接猛猛扇了她好几个巴掌，只把婆婆嘴角都打流血。随后转身迫不及待地开始拖动行车记录仪视频。视频中，在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之后，婆婆和情夫的身影缓缓出现在屏幕上，两个人你侬我侬，眼神快要拉丝。对视几秒后，婆婆和情夫迅速干柴烈火，就这么在野外做起了事，让人看了要长针眼。周燕死死盯着屏幕，双目充血，面目狰狞。半晌，她笑了起来：“好啊，好。”许亮震惊无比地看着屏幕，还未从这股巨大的冲击中缓过神来，而婆婆已经双目无神，浑身瘫软倒地。眼见事实彻底败露，没有挽回的余地，她跪了下来，西行过去，抱住周燕的大腿，又想狡辩：“不是的，是他强迫我的，我是被骗的。”周燕被气笑了：“你是被迫的。”婆婆慌忙点头。周燕紧紧闭上眼，随后猛地睁开，大力踹了婆婆一脚。婆婆被这一脚踢倒在地，摔了个狗吃屎，手掌心破皮流血。你当我瞎吗？你在视频里那样是被强迫的样子吗？好恶心，好恶心！王八蛋，他出轨就算了，还出轨了一个又丑又老的死老太婆！啊，好恶心！周燕这么说着，隐隐有精神崩溃的迹象。她抱起压在婆婆身上，攥住婆婆头发，将她的头用力朝地上撞去。这一下径直把婆婆撞得半晕过去，她趴在地上，浑身瘫软，无法动弹。许亮反应过来，想去帮婆婆，却被他人按住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婆婆被打。我则是在一旁看好戏，没什么好心疼的。上辈子我的遭遇要比婆婆惨得多，心疼她，谁来心疼我？过了一会，婆婆缓过神来，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求饶，还想说话解释，但已经杀疯了的周燕显然没有这个耐心。她不耐烦地脱下高跟鞋，然后抄起鞋子就往婆婆上砸去。闭嘴啊！我不想听你说话！周燕疯狂厮打着婆婆。很快，婆婆身上青一块紫一块，没一块好肉。等终于打累了，她又推搡着，将婆婆半拖半踢地拉到了大街上，随后攥着婆婆头发，强迫婆婆跪在地上。今天我就让大家伙长长见识，好好看看这小三究竟有什么资本。说完，她开始撕扯起婆婆身上的衣服。婆婆一边哭一边奋力挣扎。忽的，她眼神放光，看着人群之中某个方向：“亲爱的，快救我，救我呀！管管你老婆！”我扭头看去，人群中有道鬼鬼祟祟的身影，体格虚胖，满脸心虚。我认出来了，是婆婆的情夫。听到婆婆在喊他，情夫浑身一颤，奋力推开人群，就要往外逃。可惜晚了，周燕已经发现了他。她踉踉跄跄站起来，
沙哑着声音喊了一句：“杨伟。”男人动作一顿，没再逃跑，他浑身颤抖，似笑似哭地转过身：“老婆，你听我解释。”周燕没说话，只露出一个温和的笑。男人眼睛一亮，因为自己还有机会，脸上赶忙挂起讨好微笑。我话还未说出口，周燕已经抄起地上的石头，恶狠狠砸了过去，眼神决绝痛恨。我和你之间没什么好说的。杨伟一惊，慌忙闪身避开，可额角还是被擦出了一条血痕。同时有淅淅沥沥的声音响起，伴随着淡淡的骚味。我往他裤裆一瞥，顿时大为惊讶，杨伟竟然被吓尿了。有胆子偷情，没胆子面对后果。周燕也注意到了杨伟尿裤子的事，她嗤笑一声：“就这点胆子？杨伟，我有哪点对不起吗？你说要创业，我就全心全力支持你，哪怕后面亏完了，我也没说过你一句，钱也都是我还的。你说喜欢我短发，我就再也没留过长发；你说喜欢我做的饭，我就没点过外卖敷衍你。可你呢？你是怎么对我的？出轨一个儿子都已经结婚的老女人，两个人还玩得挺花，就当我这么多年来都看走了眼。我告诉你，咱俩完了。”听到周燕这么说，男人的腿一下软了，他痛哭流涕，一边狂扇自己巴掌，一边说自己错了，祈求周燕原谅他。周燕只是疲惫地看着他，最后他吩咐手底下的人将婆婆和杨伟扒光衣服，用绳子绑在了一起，又找来一架3轮拖车和大喇叭，就这么运送着婆婆两人一起游街去了。一路上围观人群颇多，还有好事者架起手机录像。最后3轮车在河边停下，周燕将婆婆和杨伟两人赶下车，她胸膛不断起伏，情绪激烈，眼神里是刻骨的恨意，就这么盯着两人看了许久。周燕有所动作，她伸出手就要将两人推下河去，婆婆当场被吓破胆：“不要不要，求求你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出现在你面前了，好不好？”周燕的动作没有丝毫停顿，眼看着就要碰到两人，我抬手阻止了她。我摇了摇头，不值得，就这么让婆婆送去还是太轻松了，我要她继续活着，感受痛苦。周燕怔怔地看着我，渐渐泪流满面。她最后还是听了我的话，没有再对婆婆下手，用尽全身力气往杨伟下身踹了一脚后，她毫不留恋地转身离去。劫后余生的婆婆如释重负，她高兴地朝杨伟说：“亲爱的，咱们没事了，你老婆到时候肯定会和你离婚，到时候你娶我好不好？”她含情脉脉地看着杨伟，到了这个时候还在恋爱脑。可杨伟只是嫌恶地看了他一眼：“你别异想天开了，大姐，我和你在一起就是为了刺激，要为了你放弃我有钱的老婆，我难道是疯了吗？你以后别来找我了，我不想再看到你，蠢货一个！”说完，杨伟匆忙向周燕离去的方向追去。婆婆一朝失恋，理智渐渐回笼，她慢慢回想起今天发生的一系列事情，脸色惨白。她明白自己今天都做了什么蠢事，不仅失去了情人，还陷害了儿媳。许亮这时也终于赶到，她满脸失望地看着婆婆：“妈，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，亏我这么相信你，结果你却为了自己栽赃陷害给乐了。今天之后，你还是搬回去住吧，我不敢再让你和我们住在一起了，你好自为之。”婆婆绝望落泪，她跪下想祈求我的原谅，但我没再搭理她。许亮对婆婆说完后，将目光转向我，眼里全是羞愤愧疚。“乐乐，对不起，是我误会了你。”许亮的道歉很真诚，但动容不了我一点。我看向他，然后呢？说对不起有用吗？说
说对不起我之前受过的伤害，就可以当作没发生了吗？许亮，我和你结婚这么多年，我是什么人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可你在面对莫须有的指责时，第一时间选择了相信别人，而不是我这个妻子。围观群众对我的诋毁我毫不在意，可偏偏许亮对我不信任的态度伤我太深。夫妻之间最重要的就是信任，我向来无条件信任许亮的一切，可没想到许亮却截然相反。仅凭婆婆的几句话，她就能认定我是出轨了，甚至连一丝一毫为我争辩的想法都没有。在信任这场战上，我输得一败涂地，我累了，或许我们之间根本就不合适。我疲倦地说。许亮顿时慌了，他的嗓音暗含痛苦。乐乐，你冷静一点好吗？这次确实是我有错在先，但从前我待你极好，你不是也很喜欢我吗？我眼神真挚地看着他，我是还爱着你，这我不否认，但我们真的不合适，我怕了。我怕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，你又会如此对我，我无法再相信你。我语气决绝，没有挽回的余地。许亮眼神迅速灰败下去，他苦笑一声：“我明白了。”许亮最后选择了净身出户，他将所有财产都留给了我。是我和我妈对不起你，你收下吧，乐乐。你不收下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好过的。离婚那天，他久久凝视着那张薄薄的离婚证，眼眶通红。乐乐，虽然做不成夫妻了，可你能再给我一次重来机会吗？我没有答应，也没有否认。许亮于是笑了，像个孩子一般。而婆婆虽然被遣送回了老家，可之前出轨被扒光衣服游街的视频被疯传，以至于在老家也是人尽皆知。有碎嘴子时常要拿婆婆取乐，说她闲话。还有自信的老光棍常常半夜造访骚扰婆婆，婆婆不堪其扰，精神渐渐崩溃，闭门不出，活成了一个疯子，终其一生都要活在别人的有色目光之下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。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